1953年3月1日下午6点多，夜幕降临下的莫斯科郊外寒冷寂静。在郊外林中2层的孔策沃别墅的一个房间门口，有2名警卫把守着紧闭的房门，他们身后就是苏维埃伟大领袖斯大林的卧室。而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就在这扇房门背后的卧室内，74岁的斯大林正倒在自己的尿泊中不能动弹。倒地的斯大林已经不知道这是自己中风摔倒后的第几个钟头了，他只知道失禁的便秘在刚开始的时候还能带给他一丝温度，但此刻留给他的则是侵入肌肤的冰凉。他尝试用尽自己全身的力气大声呼救，但无论自己再怎么努力，都只能发出微弱的咕咕声。这时的他多么希望在紧闭的房门外站岗的2个卫兵能马上冲进房间，把自己从冰冷的地板扶起到床上，然后再快速地叫来医生为自己治疗。按理说，他在倒地的那一刻，身体与地板碰撞发出的声响应该足以让门口的卫兵察觉。虽然身体不能动弹，但是他的头脑依然有意识。他知道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都不敢擅自闯入他的卧室，因为一旦冒犯了苏维埃伟大领袖的天威，轻则会被发配西伯利亚当伐木工，重则可能掉脑袋。这位在平日里一呼百应的苏维埃伟大领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在生命的最后竟然会以这么不堪的方式躺在卧室冰冷的地板上，在绝望的等待中度过。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然就是他自己，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那么倒地后的斯大林在他的生命最后那段时间里都经历了什么呢？欢迎打开 Zero 档案，感谢您的订阅支持。下面将为您讲述苏维埃独裁者斯大林生命最后的故事。倒地后躺在地板上的斯大林，用他唯一还能活动的眼球盯着天花板。如果他还能思考的话，他一定会回忆起前不久私人医生维诺格拉多夫给自己的劝告。维诺格拉多夫是一名专攻内科的医学教授，他有一份做了很多年的兼职，斯大林的私人医生。日子久了，他觉得自己跟斯大林的关系非同一般。在一次全面检查之后，他一边收拾器具，一边诚恳地对领袖说：就您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您应该花更多时间调理身体。我建议您最好离开那些繁重的工作岗位。这本是医生对患者的一句好心劝告，但听完教授的建议，斯大林心里不舒服，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多疑的斯大林心想，繁重的岗位可不就是一把手的位置吗？自己殚精竭虑地忙完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和40年代第2次世界大战这2件大事，已经在苏联树立了绝对的权威，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这正是自己的巅峰时期。这个时候竟然有人让自己不要再干了。想到这，他勃然大怒，通知内务部的贝利亚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教授关起来严刑拷打，问清楚他到底是谁派来的卧底。潜伏在克里姆林宫给伟大领袖提这样的建议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一封匿名举报信送进了克里姆林宫，信中认为莫斯科有些医生很可疑，他们打着救死扶伤的名义，干着胡乱医疗将病人致残致死的勾当，而且他们主要负责克里姆林宫重要人物的健康问题。读完了这封信，斯大林更加坚信自己的私人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教授有问题。几天后，苏联官方报纸发表了长篇社论，言辞犀利地指出，莫斯科有一个由医生们组成的秘密团伙，他们受境外势力的资助和控制，目的是破坏苏联的制度，威胁领导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对于这种穿着白袍的凶手组织，必须要果断彻底清除。这篇社论发表后，一场被称作医生谋杀案的清洗活动开始了。大量医生、护士们及其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半夜从被窝里被人粗鲁地拖走，从此不知去向。但即使是把莫斯科所有的医生都关进监狱，也掩盖不了斯大林那不容乐观的健康状况。他曾在1945年6月举行2战胜利大阅兵期间就发生过轻度中风。1945年10月份，他又闹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由于烟不离手，酒不离口，他同时还患有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可以说是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
斯大林的革命导师列宁曾经就预言了，斯大林将会成为一个大独裁者。自从1922年5月中风以后，列宁的病情逐渐恶化。列宁在预感自己要面见马克思之前，留下了他的遗嘱。遗嘱中写道：史达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史达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史达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史达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从后来斯大林的所作所为来看，列宁的预言是非常准确的。在列宁最后的日子里，斯大林还碍于导师的反对，有所收敛。等到1924年列宁因病情恶化去世以后，斯大林完全展露出了他野心勃勃的粗暴独裁者本性。斯大林先是拉拢当初支持他上任总书记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等人，一起对抗高举列宁主义的托洛斯基，导致被孤立的托洛斯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解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后不久，斯大林又支持布哈林的意见，在延续新经济政策和一国先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产生意见分歧。斯大林又充分利用中央权力打压反对派。1927年12月党的第15次代表大会后，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先后开除出党。而后在斯大林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布哈林在提出了反对意见后，斯大林又批评布哈林等人是党内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并于1929年将布哈林逼出政治局。于是就在这种反反复复的联合一群人打倒另外一小部分人的政治权力斗争中，斯大林登上了苏维埃的最高权力巅峰，而这也是他在苏联制造一系列人为灾难的开始。由于党内再也没有制衡斯大林的力量，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开始大规模强制推行，但全盘集体化并没有给农业生产效率带来明显提高，反而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932年至1934年之间，苏联出现严重的饥荒，此次饥荒中死亡的人数大约在600万至1000万之间，其中以乌克兰大饥荒最为惨重。为了控制农民向人满为患的城市转移，政府恢复沙皇时代的内部护照制度，宣布农民不经许可滞留城镇为非法行为。在此期间，国内数以万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苏联当局不得不使用正规军，以剿匪的名义镇压反抗农民。而独裁者是不会怜悯自己人民的苦难的，他在乎的只有自己手中的权力。1935年2月，叶若夫接替内务部的党中央书记位置，参与到了大清洗运动中。斯大林随即以反苏的名义逮捕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以逼供手段迫使他们认罪，最后于1936年8月在莫斯科公审将他们处死。不久后又处决了图哈切夫斯基等红军将领。1938年3月，斯大林又以同样的手段处决布哈林等人。1938年4月，内务部的叶若夫被贝利亚接替，失势的雅各达、叶若夫均遭到清洗。1940年，身在墨西哥的托洛斯基被苏联特务刺杀。大清洗最终变成对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受害者的人数至少在70万人以上。这场大清洗也涉及到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富农和神职人员等人群。最后，在内务部头子贝利亚的全力协助下，斯大林完成了他的政治大清洗，列宁时代的政治局成员反对派被消灭殆尽。但是斯大林的清洗并没有就此结束，他又把目光转向了军队。苏联红军中的一大批被认为不忠诚于领袖的高层将领，被贝利亚的内务部逮捕并处决。即使是在与纳粹德军开战以后，清洗依然在继续，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苏军的战斗力，导致大量前线苏军士兵阵亡。
而这全都是拜斯大林的大清洗所赐。尽管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但这个掌握着当时地球上最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权力的老人却越来越忙。虽然斯大林已经通过各种名目对他的部下和民众进行过多轮清洗，但生性多疑的他依然不放心。他兼任多个职位，每天要主持召开各种会议，接见来访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外宾，审议大量文件，审批重要决议，常常忙到凌晨2、3点，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每逢苏共中央召开重大会议，所有人都期待斯大林会安排一个接班人，但是每次大会闭幕，接班人依然是斯大林自己。一大把年纪的人像个程序员一样加班熬夜，日夜颠倒，这就很不好了。周围的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是谁也不敢建议他把这些繁重的工作交给其他人，毕竟谁都不想被发配西伯利亚当伐木工。每次睡醒后，望着空荡荡的卧室，斯大林同志就感觉到自己被孤独和不安紧紧包围。这时候他会通知侍卫打电话，把那几个重要人物召唤到自己的别墅。这几个人是中央第一书记马林科夫、内务部长贝利亚、莫斯科市委书记赫鲁晓夫和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偶尔还会有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多年以后，赫鲁晓夫回忆说，其实他们在一起也没忙什么，不过是把一个2分钟能解决的问题翻来覆去讨论2个小时，老大不说停，他们只能陪着尬聊。讨论什么不重要，他老人家看到我们在他身边很重要。等到聊无可聊的时候，大家就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开始吃宵夜喝酒，下属醉酒后丑态百出的样子是斯大林最喜欢的表演。他们会一直闹到凌晨3、4点，直到所有人都神志不清、精疲力竭，这才各自回家睡觉。在斯大林因为中风而跌倒的前一天晚上，他也是喊了这帮人到他别墅里看片。看完片后，几个人在餐厅吃宵夜喝大酒，高谈阔论，他们的狂欢持续到凌晨3点才结束。斯大林在门口和他们一道别，然后独自走向卧室。关门前，他对门口雕塑一般的警卫们说，今天可别打搅我，我想好好睡一觉。自从斯大林关了卧室的门以后，就没有人敢再发出任何声音，更别提未经许可敲门进入他的卧室。通常警卫们都是默默等到第二天10点左右，他自己起床。可到了第二天早上10点来钟，卧室里没有任何动静，又等到中午还是没动静。但没有老大发话，没人敢进去喊他。当天的午饭摆准备了，所有人只能继续等，等到下午，有些人就怕了，因为老大午饭没吃，下午他要是发起脾气的话就很麻烦。可是谁又敢未经许可进去喊他吃午饭呢？一直到傍晚18点50分左右，卧室餐厅的灯亮了，这个灯只能由斯大林在里面打开。看到那一缕灯光，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安静地等待老大招呼他们送上晚餐，这一等就是4个小时。直到晚上11点左右，警卫队长洛兹加乔夫抱着一堆文件敲了门，万一老大不高兴，他可以拿送文件的借口替自己开脱。没有听到老大的回应，洛兹加乔夫只好战战兢兢推门进去。他看到餐厅的门半开着，穿着睡衣睡裤的斯大林躺在地板上，身子微微扭动，嗓子里发出了含糊不清的呻吟声。餐桌上放着一个杯子，旁边是一瓶矿泉水，看来老大是起来找水喝，刚走到餐桌旁就突然摔倒了。这显然不是普通的滑倒，因为他已经无法讲话，眼睛也睁不开，大小便失禁，裤子连同地毯都被失控的排泄物弄湿了，气味很难闻。警卫队长慌忙跑出房间去通知其他人，可每个人都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要是贸然把老大扶起来出了什么问题，那就不是去西伯利亚伐木那么简单了。后来大家一致认为，扶不扶应该由高层领导决定。于是他们打电话通知前天晚上一起看片喝酒的那帮人，告诉他们斯大林同志摔倒了，情况很危险，最好迅速过来一趟。几个部长们磨磨蹭蹭到凌晨3点才赶到别墅，老大一个人躺尿里等了他们4个小时。内政部长贝利亚第一个赶到，
后来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也到了，睡意未散的3个人站在卧室里，开始讨论到底该怎么弄。最后一致认为，老大目前是睡着了，但不能让他在地板上睡，所以他们合力把斯大林抬到沙发上，并给他盖上毯子，然后他们就回家补觉去了。又过了4个小时，补完觉的部长们再次回到孔策沃别墅，这次睡到自然醒的赫鲁晓夫也来了。他和贝利亚商量后找了一些医生，2个小时后，医生们被送到别墅内。那时候，高水平的医生要么在牢房里发呆，要么在西伯利亚伐木，所以找来的医生论头衔还不够格。但是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经过医生们的初步检查，认为斯大林同志得了中风，包括右手、右腿在内的整个右半边身子已经完全瘫痪，大脑也因为中风失去了说话能力。他的血压很高，高压190，低压110，最后的治疗建议是先给他降血压。于是医生们打开盒子，拿出了8条水溪，沾到斯大林的后颈部位，通过水溪放血来缓慢降压，同时给他冷敷，并用硫酸镁高渗灌肠。现在看，这些治疗措施相当瘆人。随后，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接到通知后，慌忙赶到别墅。走进卧室后，她看到了沙发上躺着奄奄一息的斯大林，全身上下只有眼睛可以动。她渴望眼前的医护人员可以挽救自己的父亲，但她心里有种为时已晚的预感，这种感觉堵着她的嗓子和心脏，喘气都很困难。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也被带来见父亲最后一面。瓦西里是个知名的酒鬼，到别墅见自己父亲最后一面时，手里还拎着酒瓶。看了自己父亲一眼后，瓦西里开始在房间内大喊大叫，扬言有人正在谋害斯大林同志。马上他就被架到其他房间去了。水溪放血这种古老的方法效果好像很一般。经过3天的治疗后，斯大林的情况继续恶化，血压不降反升，他的脸色发黑，表情扭曲，既吐痰又吐血。医学上管这个状态叫做弥留之际。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斯大林突然睁大了双眼，用愤怒的眼神把房间内的每个人都扫视了一遍。更神奇的是，他居然抬起左手，一边挥舞一边指着某个地方。没人知道那一刻他到底是想指派一个继承人，还是在指认凶手。在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后，他的胳膊像条软蛇一样垂了下来，接着呼吸停了，心跳也停了。时间是1953年3月5日晚上21点50分，这就是官方公布的斯大林最终去世的时间。在斯大林咽气后的第2天，尸体就被解剖。解剖结果显示，斯大林大脑左半球皮层下结节有大量出血，破坏了大脑的重要区域，进而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呼吸和血液循环障碍。除了脑出血，他的心脏左心室明显扩大，心肌、胃和肠内壁大量出血，血管动脉硬化在脑动脉中表现尤为强烈，这导致了严重的高血压。以上调查结果和他原来的高血压、中风的老毛病基本一致，也跟出事后医生们的诊断出入不大。虽然关于斯大林是被人害死的传言一直都有，这些质疑直到今天还没有烟消云散，但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坚持认为父亲就是因病去世，她从不相信传说中的阴谋论。她知道父亲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而且劳累过度，生活习惯差，最后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让她感到意外。中肯地说来，斯大林的情况属于过劳死的一种，明明是个年过70的老头，工作强度堪比20出头的程序员，不但经常加班熬夜，还时不时来个通宵，大半夜开 party 喝酒，饮食不健康，再加上作息不规律，各种花式折腾。1953年3月6日，斯大林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后，摆在联邦医院的驻厅内，连续展出3天，供市民瞻仰遗容。为了一睹他的真面目，外地市民涌入莫斯科，参观的队伍长达几公里。由于排队太久，人们逐渐失去了耐心，驻厅外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由于官方事先没有考虑到这种意外情况并做出准备，踩踏事故变得非常严重。根据后来的官方公布，有109人在踩踏事故中身亡，真实的死亡人数是好几千人。在斯大林生前，
很多人因他多疑和冷酷而发动的大清洗，离开了这个世界。踩踏事故中丧生的那些人，是最后一批因为斯大林而死的人。3天后的1953年3月9日，斯大林的葬礼在莫斯科举行，他的遗体被抬到红场，与列宁的遗体放在一起，永久保存展出。直到1961年，斯大林已经彻底失去了光环。在那年10月31日的夜里，斯大林的遗体被搬出列宁墓，葬在克里姆林宫围墙下的苏联领导人墓地内。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政治巨头，最后也像普通人一样，变成了泥土下面的一具骸骨。斯大林走得太急，并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和遗言来指定接班人。那么，谁来接替他的位置，继续带着苏联往前走呢？苏联也从来都不是一个有民主选举传统的国家。想当初斯大林上台就是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遵从的是谁狠谁就上的传统，这个传统一直流传到现在。于是几天前一起看电影的那几个部长突然都很忙碌，他们一边参与斯大林的后事处理，一边暗中较劲。进展最快的是内务部长贝利亚，作为安全机构的一把手，他手里有很多可以干活的人随时调遣，这是他相对其他人的优势。在老大刚个屁后，他就匆匆赶回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办公室，那里的文件柜里有大量机密文件，他第一时间把不利于自己的那部分全部都弄走销毁了。1953年3月7日是斯大林遗体公开展示的第2天，贝利亚给内务部的秘密警察们下了一道命令，这些人接命后组织了一个车队，开到孔策沃别墅，并运走了那里的所有家具，尤其是装有斯大林个人文件的办公桌和柜子。后来这些家具被运回原位，但抽屉里除了几张草稿纸外啥也不剩，大概除了贝利亚，没人知道那些文件去了呢。贝利亚深知斯大林虽然不在了，但是他留下的指示和命令依然具有圣旨一样的效力。贝利亚可以毁掉所有对自己不利的文件，留下那些可以要挟其他政治对手的文件，这样他就可以在克里姆林宫里横着走了。他的这个行为让其他人都睡不好了，尤其是有资格问鼎最高权力的部长们，比如马林科夫或赫鲁晓夫。但是贝利亚不会在一开始就使出这种阴招，他只需要在适当的时候暗示他的竞争对手，让他们知难而退即可。在那之前，他还是得走正规渠道向上爬。然而，这也成为了他被其他人合力打倒的原因。最终，通过若干气氛不太友好的会议和讨论，彼时的苏联政坛很快形成了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3驾马车的局面。虽然表面上是集体领导，但是战斗民族的传统和苏联30多年的历史都决定了，最高权力只能属于一个人。为此，3个人在各自熟悉的领域发力竞争。贝利亚从政治问题入手，主动提出了一些纠正斯大林晚年错误的主张，叫停了一批对自己不利或无关痛痒的清洗运动，还给一些人平反，比如那个斯大林临死前还在关注的医生谋杀案。马林科夫从经济方面入手，改正了斯大林的一些错误经济政策，并提出了改革主张，尤其是发展轻工业、改善民众生活的措施颇受好评。赫鲁晓夫是个聪明人，或者说是个狡猾的人，他知道努力做出成绩很重要，他更知道爬到台阶最后一级的时候，贝利亚会现身把自己踹下去，所以当务之急是把贝利亚这个亲密同僚解决掉。聪明的赫鲁晓夫在意识到这一点后，就暗中酝酿了一个计划。他先说服并拉拢马林科夫，然后秘密争取中央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入伙。当团队成员凑到足够多的时候，蒙在鼓里的贝利亚就是死路一条，因为那帮人能以国家的名义处理贝利亚，而到那个时候，就算贝利亚喊破喉咙都没有用。1953年6月26日，距离斯大林去世才3个多月，马林科夫主持召开了部长会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同时邀请了红军高级将领朱可夫元帅在内的一众军方高级将领出席。马林科夫在会上把贝利亚的内务部批判成是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的叛国大本营，贝利亚则被指责为在内部策应的间谍。会议开完，马林科夫按下了电铃，
早已等待多时的军人小组持枪冲进会场，带走了目瞪口呆、额头冒汗的贝利亚。3天后，主席团会议通过了组织上对贝利亚反党和反国家的犯罪行为进行侦讯的决议。赫鲁晓夫换上了最信任的乌克兰总检察长鲁金科，他拍着胸脯保证会按照主席团的意思办理贝利亚。最后，主席团给贝利亚定的罪是勾结境外势力的叛国罪，罪状一经宣读，贝利亚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其实他的命运从他在会场被捕的那一刻就已经确定了，后面的定罪和审判都是走个流程而已。作为一个苏维埃秘密警察的头子，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1953年12月23日，距离斯大林去世仅7个半月，专门法庭以叛卖祖国、组织反苏阴谋团伙、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对党政官员实行恐怖行动的罪行，判处贝利亚和他的另外5名同伙死刑，当晚立即执行。如果当时有机会给贝利亚为自己辩护的话，他可能真的会像电影《斯大林之死》中一样，大声质疑哪来的境外势力？月球吗？毕竟当这一切真的发生到贝利亚自己身上的时候，真的太荒唐了。贝利亚被枪毙后，主席团下了新的命令，接到命令的各出版机关和图书馆销毁了有关贝利亚的所有资料。赫鲁晓夫下令燃起一堆篝火，把斯大林曾经发给内务部的所有文件都丢入火里。有收藏癖的贝利亚载下的私人档案装了满满11个编织袋，其中包括从斯大林卧室掳来的秘密文件，全都不加甄别的投入火堆里烧成灰烬。那11个袋子里的秘密就此成了永远的秘密。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贝利亚后来被反复多次重新定义，最终他成了一个大恶人，身上的标签有血腥镇压、阴谋钻营、道德败坏、帝国主义间谍等等，还被视为是造成国家所有不守法治状况的罪魁祸首，是一个欺骗了组织、国家和人民的历史罪人。赫鲁晓夫作为这次行动的总导演，因此取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他在领导集团中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在之后的2年时间里，他又拉拢同僚继续和马林科夫进行政治斗争，通过一件陈年旧案将马林科夫牵扯其中，最终在1955年的最高会议上成功解除了马林科夫的职务。赫鲁晓夫终于成了苏联的一把手，但苏联权力场的规则却没有改变，一场正在酝酿萌发的权斗大戏不知何时又会上演。